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攻击看起来这个规模又再度升级了。首先来看一下9月1号最新战况现在莫斯科炼油厂还有科纳科沃发电厂都被这个乌克兰用无人机来攻击了。所以呢，看到这15个地区的大规模攻击能源设备乌克兰这样子发动了这一波，总共在15个州上空击落了158架的这样的无人机这个是俄罗斯的反击，还包含了莫斯科上空也有2架。莫斯科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就感受到说，这个规模非常的大。那乌克兰的官员就讲说这一次呢，其实全面的战争是规模以来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袭击，目标就是锁定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发电厂、炼油厂甚至呢打算要朝这个更多这个乌东的地区来做一些反击动作。那我们看看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现在坦诚呢，的确现在在这个俄军的攻势面前处于一个困境因为乌东前线看起来好像很难以有这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军力来对抗俄罗斯。俄罗斯的国防部提到了，现在目前俄军的部队从这个乌克兰的守军中又夺取了2个居民点，所以在乌东这边的战线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那现在德国之声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军队从去年秋季开始持续以高精准性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以无差别的方式来攻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平民百姓所以就说，你是在当做电动游戏一般吗？把真人当作目标来攻击这样引发了一番争议。那另外，这个乌克兰现在要用一些空城计吗？泽伦斯基先提到了，必须要动用世界上所有必要的力量。换句话说，他在对其他国家喊话，就说领导人，西方的领导人们，你们要展现勇气你们的勇气叫做什么呢？给予乌克兰能够自卫所需的勇气，也就提供多一点的这些军力或者是一些这种什么坦克这个战机让我们好能够做一些防卫动作顿涅茨克现在目前前线也是岌岌可危，乌军是赶紧增援2000名的这个兵力在顿涅茨克的南部，现在俄军已经夺取了康斯坦丁尼夫卡，然后已经控制了卡尔利夫卡这些地区距离红军城现在非常接近大概只剩下5公里。目前看起来，恐怕在今年秋季的时候，红军城战役就即将打响。那像俄罗斯依托红军城这个枢纽，至少从4个方向沿着这个交通线发起了进攻，要突破顿巴斯，而且直接进入到第聂伯罗这边，然后来进行一些这个攻击跟反击那再来我们看看红军城告危，但是呢乌克兰现在打算怎么做呢？这个乌克兰的武装的部队总司令他说，现在他们宣布从这个阿夫季夫卡来撤军要采取保卫更适宜的阵地，避免被围困，然后也要保住这些士兵们的一些生命那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俄军目前距离战略位置红军村大概剩下10公里，而现在这个乌军战斗经验丰富的5个旅呢，却诡异的按兵不动所以感觉上面他的行为好像是空城计的方式那俄罗斯也部署了最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他们的这个铠甲 S1 防空系统已经开始在积极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克里米亚大桥上面，要进行一些这个新的戒备升级。那美国插手这件事情吗？你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向这个俄乌战场提供武器的问题，那美方就指责中方挺俄这一番发言让耿爽气到了，他就直接回标他说，你是弄错了对象因为这个伍德发言说中国大陆是支持俄罗斯工业基础的国家之一，耿爽说你根本就是在污蔑，根本就是了无新意。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讲法。美国代表刚才的发言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应该说了无新意。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与其大唱高调，不如真正为推动和谈、缓解危机做出一些切实的努力。我们呼吁美国代表
在这个大厅里停止无聊的指责游戏 ，Don't bark up the wrong tree。所以，俄乌战争背后看起来也变成了一场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哦。美国的前情报人员就讲说呢，其实泽伦斯基现在进行军事行动是为了要加强西方的支持哦。那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现在，据佩斯科夫的讲法，他认为现在已经处于历史的低位，双方呢恐怕是没有可见的未来能够逐步改善。这10几年来，美方一直在践踏俄罗斯的利益，并且施加压力哦。他说，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现在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破裂点了，所以这恐怕也会牵动到接下来的美国大选。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的这个俄乌整体的升级？我那个空城计是在没有卫星的时代啊，人家才不知道你城里有没有人啊。像红军村、红军城这种地方，周边有哪些部署，或者真的已经准备战，这个一定都知道的啦。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资料是就是4.5公里了啊，就5公里嘛，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主要的进展都是8月。显然就是在乌克兰去打库斯克之后，俄罗斯才发动这样的一个攻势啊，不然本来今年3月阿瓦迪夫卡被打下来之后，他事实上有点按兵不动，那只是在那边小规模的冲突这样，事实上距离红军村本来还有相当一段距离，那就是都是8月的进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一定是打真的啦，那至于乌克兰。表面上编制有5个旅啦，到底剩下多少人，这个也没人知道啊。所以刚刚罗翔讲那个叫做编制的旅啦，那实际上的人搞不好很多都已经离开了，比如说调到那个北方去支援了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真的陷落，真的是非常严重啊。因为这个地方是5条公路跟1条铁路的浮臭点。那也是顿涅茨克往北往南必经之地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被俄罗斯占领，那基本上我讲白了就是乌克兰就没有，你往前就是德涅伯河州了，那德涅伯河河啦，还有那个州嘛，那他从顿涅茨克往前就是都是平原啦，那完全都没有防御工事，所以你去想一想那个。红军城被打下来之后，那是多严峻的状态，等于长驱直入了，可以。然后下面那个扎波罗热又可以往上打，所以就逐渐把你中间那块平原吃掉嘛。那这个就会变成最大的危机了，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有一些民族野心派啊，认为新的国界就是德涅伯罗河，德涅伯河啊，那这个叫大乌东啊。我们一般讲小乌东就是顿巴斯嘛，对。那你如果让俄罗斯起心动念说要搞大乌东，那还得了啊？那这个战争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而且涅伯河以东其实都是最肥沃的地区，而且都是讲俄语的啦，而且基本上是那个东正教，那涅伯河以西才是那个讲天主教，而且是讲乌克兰语的，所以本来俄罗斯就有一派，就黄俄派啦，他们就要打就打到这里为止啊。稍微画个图，德涅伯河，这边一条河，对，这边就是整块是你说的大乌东。其实大乌东比乌西要更大，要更大。然后这个顿巴斯是本来这边，对，而且德涅伯河往上走，终点是基辅，那个地方也有所谓的这个，我们也不要叫海军啊，叫河川军啊，他还是有船可以往上攻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泽连斯基这个，如果真的啦，你打库斯克，然后丢掉了红军村，那我认为得不偿失可大啦，到时候你那个孤军悬在北方那个库斯克能干嘛？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真的是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了。好，来请教介老师。对，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啊。事实上，它的那个越来越精进，因为你要知道，乌克兰本来就是在苏联时代，它就是当时苏联武器生产的一个重镇。
那个我们知道的这个航空的啊，就是战斗机的引擎啊，这个最好的这个生产厂商之一就是在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的工业基础是不错的。所以这次战争，他又开始用这个不对称战啊，用这个无人机的频率越来越高。那可是无人机有个问题，就是说无人机你在战地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用自己的像这个操纵人的导航。可是你要飞到莫斯科附近的话，你要有怎么讲？你要有卫星导航。那这个卫星导航，我知道乌克兰是没有的，所以谁给他这个卫星导航的设备？对，让他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得那么精准那么最近前2天我看这个乌克兰又一个新的视频，就是说，事实上有一颗无人机已经打中了在这个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形成了一场大火所以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功效的。那据报道就是说，大概它的成功率是1/10，也就是它放了100颗，它有10颗可能还是会打中目标。那问题我认为关键就是说，它的导航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这个导航还是美国跟北约提供的，因为泽连斯基一直要求美国跟欧盟放宽他们对所提供给乌克兰武器的使用的范围的限制。你知道乌克兰现在手里面不但有这些无人机，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海马斯火箭火箭炮随便一打就是100公里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乌克兰的边界对俄罗斯打的话，那个海马斯的杀伤力更大，因为它的爆炸力会更大。无人机因为它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是木头做的，它这个不太容易被察觉，可是它的载重量比较小，它爆炸力就比较小。那问题就是我认为我的研判这可能是泽伦斯基不断的跟这个美国跟欧盟国家要求最后一个折中的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用无人机打，那么这个导航的话，由美国跟这个欧盟北约的体系来负责，所以它还是打到了很多重要的目标。虽然大部分都击落，可是造成了这个俄罗斯能源部门的伤害还是时有所闻。而且它现在数量越来越大，可见它的后勤生产体系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就是说夜长梦多就是说一直拖下去的话，我想就是说会越来越失控了。现在就变成它的攻击的范围使用的武器然后打击的这个杀伤力你可以看出来都慢慢往上升高。而且这个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本土，基本上就是一种战争外溢了。那俄罗斯我觉得不断的它还是怎么样？它还是尽量的没有做更强力的这种回应。因为你可以看那个俄罗斯有那个滑翔炸弹那叫 FAB3000的话，它有3吨重的炸弹那个我看这个我看那个 YouTube 上俄罗斯公布过那个杀伤力的话，一个炸弹下去平方公大概直径100公里的寸草不生了。所以很严重。讲一下那个耿爽耿爽骂得很重，他用 bark 你猜什么意思？狗叫就叫 bark， 狗吠。所以他已经形容那个美国的驻联合副代表是狗了。好，来问赖老师。因为刚刚文迪讲到一个，因为一般来讲在外交的场合大家在用语上都会留3分因为这个情面嘛，还有就是外交的礼节等等的。可是呢，已经把这个美国的这个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形容为狗这个已经是蛮重的了因为确实了，因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真的就是一直狗吠这样的，而且不停的在讲老调重弹的东西。听到可能也生气。对，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耿爽的手一直在拍翅，已经他是有愤怒，但是他还是基于外交人员的训练他抑制住他的愤怒，可是他的姿态，你看他的手是一直在点的，他是非常的不开心。对，一直不开，戳桌子的。因为美国的指控，坦白说站不住脚，而且已经有很多的证据都告诉你说，70%是来自于西方的零料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俄罗斯的这些弹药炮弹拆解开来，你会发觉就是说，70%来自于西方的国家。那你怎么一直指控呢？那也就是说，
你应该先指控你自己跟欧洲的国家，你为什么还继续把这些零料件卖给俄罗斯，然后让他去组装成为这些导弹来去攻击乌克兰？对，你怎么去逐本逐末的来指责中国大陆？更何况中国大陆提供的是车床，这是两用工具啊。车床这个东西，我想观众朋友，你把它解释成为说车床是用在弹药上，这讲不过去嘛。所有的机械的东西，他们机械系的学生最清楚知道车床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指责站不住脚，但是他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做了。好，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危机是出在于泽连斯基跟他的总司令了。为什么？因为目前乌克兰的这些将领已经开始一个一个出来埋怨了。埋怨什么呢？埋怨为什么你泽连斯基跟你的总司令要把精锐的部队去打库尔斯克？他们一直在埋怨这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把精锐部队去打库尔斯克，而事实上俄国没有上当啊，俄国没有，也就是说你是过去玩过的把戏嘛。当初你要解救这个哈尔科夫的时候，你去攻打这个顿涅茨克，那是样攻，但是你的主攻是在哈尔科夫，当时俄国上当了，所以你把哈尔科夫又重新夺回来。可是你不能够旧计重演的，因为上过一次当很难再上第二次当。当你这一次把军队部队去打库尔斯克，我们在第一时间在这里评论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对哦，这个打法是不对的哦，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战略要地哦。然后就有人说，哎呀，有核电厂，我说核电厂不能攻击哦。结果你看，俄罗斯马上要求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派驻场去，结果联合国派去了以后，乌克兰不敢攻击这个核电厂了。那控制这块地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好，为了政治目的没有达到，为了军事目的想说把这个解除乌东地区的压力也没达到，结果造成的是乌东地区更大的伤害。您提到了一个，就是他的总司令，他宣布从阿夫迪夫卡撤军。阿夫迪夫卡原本它是具有重要的牵制这个乌东地区俄军的重要地位。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这个顿涅茨克的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顿涅茨克北部控制住、牵制住这个俄军的行动。结果他为什么撤走？因为他要把整个力量回来去巩固这个红军村嘛。因为已经打得越来越接近了，这代表什么？牵制的力量完全消失了。红军村快要守不住了。所以这个绿营媒体的标题下说这是玩空城计，这是哪门的阿 Q 啊？真是。我觉得有时候绿营也不能太阿 Q 了，要回到真理面，回到事实的真相面，而不是阿 Q 面，这点要学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现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即，现在非洲有多国的总统已经抵达北京了，在9月4号到9月6号在北京举行哦。所以看到非常多这个各国的这个总统都已经陆续抵达。那这个大陆的外交部的副部长陈晓东他就讲说此次的峰会将是聚焦在治国理政、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平安全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4项议题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峰会主题就是要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运营共同体。所以像是奈及利亚，然后还有这个南苏丹等国的这个总统都已经抵达北京了。这次参加峰会的总共有53个非洲国家。那大陆的外交部也讲说，峰会期间，习近平将会应邀与会的这些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方成员领导人来讨论一下双边的一些活动。那大陆的外交部也有一个新的统计说，截至2023年底，大陆对于非洲直接的投资存量已经超过了400亿美元哦。过去3年，其实大陆在非洲的企业为当地创造了110万个就业机会，涵盖了农业加工制造还有商贸物流等多个产业。那这个看到习近平提到了，他说其实呢，以陆和非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全世界正值100年未有的大局也会深刻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那南非的外长跟王毅也碰面啦，他们提到中南同为发
发展中的大国，而且和这个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双方信任支持，也是实现发展振兴的友好伙伴，将来也会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一个中坚力量，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哦。那当然还有人讲说，其实很多非洲国家过来哦，也是希望把这个一带一路也带到他们的国家去哦，希望能够来为一些基建寻求技术跟资金的一些这种合作。那外国媒体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像法新社就提到，过去10年北京扩大跟非洲国家的关系哦，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贷款啊，美元贷款，然后也派遣了很多就是有数十万的工人来去建设一些大型的项目哦。那非洲的话，一些丰富的资源，像是铜啊、锂啊、稀土这些矿产的话，作为一些回馈，所以双方是这样贸易合作的往来。那其实呢，非洲大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关键项目，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都在这边来进行。像肯亚呢，中国大陆也有出资50亿元来替他们修铁路啊，还有包含了这个港口城市啊连接起来。那另外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其实呢，有学者认为非洲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哦，24年来，其实这个中非的高层互动是蛮密切的。现在已经发展了3级跨越哦，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在提升。贸易额从2000年的105亿美元到2023年的2821亿，增长了26倍之多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京的学者，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他说其实大陆跟非洲搞好经济就等于是新的美国跟欧洲哦，所以因此很多非洲国家一讲到了，你是从中国大陆来啊，很多非洲国家的这个民众都是竖起大拇指，因为觉得中国大陆跟他们是特别友好，这个关系上面或者是贸易上面的往来是真的用心在这个在非洲大陆这个地方在经营建设的。那另外看看这个非洲其实现在也蛮喜欢大陆的一些品牌啊，像是电动车啊、家电啊，其实在非洲这边哦，越来越多这个大陆的品牌落地了。我们看到像是什么海信、海尔啊、美的家电啊，他们也都在办理一些投资的手续，还有新能源汽车哦，也是开始透过一带一路啊，这样的方式陆续进到了这个非洲来做他们的一些交通的绿色转型啊。那肯亚当地的计程车司机还告诉这个访问的新华社记者，就讲说，他去试驾了这个大陆的电动车，感觉动力强劲，驾驶舒适啊。那相信这未来这个电动车一定非洲到处都是。哇，你看连非洲都快要有大陆电动车，台湾都没有办法进了。所以呢，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调整给予非洲的一些贷款作业哦。你看像是发电厂也好啊，这个电车工厂啊，5G WiFi 的一些设备啊，就开始非洲也开始富强起来，技术上面也开始现代化起来了。中非合作在做一些现代化的这些进程哦。那所以难怪很多这种其他国家也想要赶紧加入，就像非洲一样，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有这样技术上面的一些相互供应哦。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非洲跟中国，我觉得不能够用美国跟欧洲来类比啦，因为美国跟欧洲是竞争关系啦，可是非洲跟中国是互补关系非常明显而且你也知道嘛，就是中国的比较含有科技的工业制品，它的性价比都比较高嘛，因为它比较便宜啊，所以是非洲中产阶级买得起的啊。所以我们讲非洲的人口嘛，它是12亿6千万，我们就讲1%就好了，1%就1260万。如果1%买得起车，你认为他会买哪一国的车？当然是中国车啊，因为它最便宜嘛，那你随便买，基本上负担都很重啊。因为中国车大概就是美国、日本、德国廉价车的1半价格，所以我觉得类似情况，比如说那个传音手机，在非洲怎么会流行成这样啊？因为那个传音手机，它的价格可能只有100美元不到啊。美国哪有这种手机，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是类似的状况啊。那因为这种东西会养成依赖性，我觉得非洲，因为中国大陆很重视非洲，是为什么？因为非洲有54个国家，所以它本身在国际政治集团
中国大陆本来是用政治的角度思考的，说我外交需要有一个铁杆兄弟啊。现在除了那个史瓦蒂尼之外，53票都是中国大陆的铁票啊，那就稳住他在联合国的基本票嘛。他一开始是政治角度思考，可是后来随着国力崛起，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啊。事实上，他投入非洲的钱大概是整个西方超过3倍的钱呐。那这个当然就会逐渐政治经济效应就会开始出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这种体制才有办法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非洲投资，你大概要10年以后才能回收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了。对，因为它不是国营事业嘛，也不是国家银行，所以它没有办法配合一个长期的外交战略。那中国大陆这3个是3位一体的啊。所以他耐得住等啊，就是他投资了一个水坝，投资了一个铁公路，他可以等5年之后，这个地方中产阶级就会慢慢开始多，我的东西就可以再卖出去，然后政治上关系就更密切啊。而且非洲最近几年来的经济成长率都一直维持在全球的平均线上，它大概是维持在3.5到4%。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大陆当然愿意经营非洲啊，因为我把你的中产阶级给养出来，然后我产业升级，出口的东西也开始改变，那机械制品、电机产品、电子零组件还有像什么汽车啦、手机啦、太阳能啦，就一项一项这样卖过去啊，而且必然会继续成长嘛，因为它的基数很低啦，而且事实上最近我们都会讲到南非了，事实上南非已经被追过去了啦。现在北非，比如说埃及啦、阿尔及利亚，还有西非，奈及利亚，事实上都慢慢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往前看20年，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市场。好，来请教介老师。因为大陆跟非洲的关系是长期的关系。但是过去10年又突飞猛进，主要在这个经贸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这跟"一带一路"还有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关系。那这次的会议的主题叫这个携手推进现代化，这是非洲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大陆一直讲现代化，所以他现在帮非洲要现代化。另外就是说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所以这个目标都选的蛮准的，也蛮高的。那我看他的那个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他特别提出来这次讨论的4大主题第一个治国理政，第二个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第3个我特别注意叫和平安全，第4个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平安全这个议题，事实上是不只是针对区域跟双边关系的。那这个中间，我想这个会议的公报可能会对俄乌战争，甚至就是说还有以巴战争，还有现在这些国际上这些甚至南海争端这些和平安全的议题可能会有共同立场。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与非洲的整体关系已经正式很明确的进入到什么和平安全这一块了。因为安全是高敏感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跟非洲的关系，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程度已经是不一样。那我记得就是说，去年的今年2月，第2次的中俄南非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南非的德班附近的水域举行1个礼拜。然后呢，中国大陆跟坦桑尼亚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不是派了运20，还有好多军舰也都去了，也在今年的7月大概底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海上陆上2股力量同时在军演。所以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已经在台面上都已经进入到安全的合作了，军事的合作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发展。不过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最近10年中非的关系整体来在经贸上又突飞猛进。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中国整体跟整体非洲的贸易量只有105亿，到了去年2023年
整体贸易量跃升到2813亿，短短10几年间增加了26倍，非常大的快乐。那中国大陆对非洲的投资呢？2000年的时候大概累积到2年不过5亿美金，可是到今年现在为止，整个中国大陆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量已经超过400亿。那大陆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整体来说，中国大陆在整个非洲一共修了10万里公路、10万公里的公路、1万公里的铁路，超过1000座桥梁，也建了接近100个国际港口。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为什么跟非洲能够把非洲50几个国家领袖都找去开会这里面有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凭实力达成的。好，赖老师，确实看非洲要从长远看，你要经略非洲不是短期的事情。非洲的人口刚刚郑亮有说了12亿5千万到13亿之间，这联合国的初步的统计资料，因为他们没有很精准的人口复查所以一般估计就是在12亿5到13亿左右。中产阶级也是联合国评估的，也就是说大概会有9000万到1亿人左右。那这个数量不少，每一年他们制造出来的中产阶级大概在500万人左右，每一年那你想10年也不过就是培养5000万人，如果占他们13亿人口来说的话，那也算是不多，但是总量来说就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一群人。那这群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1半以上的钱可以用在非只是维生例如说只是为了吃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上，他们可以用来买车子、买家电、买手机、买其他地方。那等于是说这些人数是越来越多的，那每一年都在增加。非洲的矿产是丰富的，例如说北非磷矿很丰富，例如说西非、北非它的石油是丰富的，天然气也是丰富的。例如说非洲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铜矿、铁矿各方面都是很丰富。那问题就在于你徒有这些矿产，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帮它开采、提炼、运送，那你只能坐在这些矿产上面，然后继续过贫穷的日子。可是过去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是不愿意帮你开采的，也不愿意帮你建设的。那也就是说，因为那个投资是巨大的。那中国大陆愿意，中国大陆可以我帮你投资5年、10年、20年，看之后的获利。可是当你这些矿产开采出来了以后，提炼以后，你就创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中产阶级一直被你培养出来，小型的聚落慢慢成为一个城镇，甚至现代化的城镇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对非洲不能够再用过去的以为就是住在那个土窑屋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个土窑哥一样，以为都永远住在土窑屋里面。土房哥，其实钢筋水泥的房子也都开始形成了，因为高速公路、铁路都已经形成，码头、机场都已经出来了。那你想，谁投资最多，谁经营最久，它的工业产品卖的就最好嘛。所以每生产出1年500万的中产阶级，那你想他们的消费力就当然会从这个贡献最多的国家来购买。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之音或者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杂志，他们的分析就是说，我们美国已经输了，而且也严格上来讲也赢不回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已经9月份了，等于说美国大选只剩倒数2个月，而且9月10号马上这个贺锦丽跟川普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辩论。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民调显示，贺锦丽大概是小胜川普那民主党提名大会现在其实感觉起来，好像4天的这个全代会下来，并没有办法有效拉抬贺锦丽的选情那他现在是以50%的支持度，大概略胜这个川普4个百分点那就连这个川普的白宫前发言人现在都倒戈，反而来支持贺锦丽我们来听听看。I saw him when the cameras were off. Behind closed doors.
doors, Trump mocks his supporters. He calls them basement dwellers. On a hospital visit one time when people were dying in the ICU, he was mad that the cameras were not watching him. He has no empathy, no morals, and no fidelity to the truth. 对，这样的倒戈可能对于这个川普来说的话，也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影响哦。那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贺锦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9月10号得要好好表现哦。所以他说，现在专注于在找激怒川普的方法，可能想要借此来影响在这个辩论会场上川普的表现。那再来，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现在他其实有一个等于是2次的辩论模拟哦。上个月至少准备了2次，还有一小群的顾问在为他做这个辩论的准备哦，因为等于是他第一次跟川普正面交锋，所以到底这个成败如何？就像上次这个拜登一辩论完之后，哇，民调如山倒，所以恐怕这一次也是让民主党特别重视的一大原因。那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提到了，川普跟贺锦丽的竞选活动已经准备好到11月5号来之前哦，来进行最后的冲刺。那还有现在这个贺锦丽的审判，人家讲说恐怕加萨也是一大问题哦。哈马斯在杀一名美国的人质。那白宫时间，他们在31号的时候证实，的确是有发现一具就是美国23岁公民的一个遗体。那就其实布林肯就说，其实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心碎啦，为此感到遗憾。与哈马斯之间释放人质的协议迫在眉睫，也会继续为此努力。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不是这个就是拜登造成的一个后果？美籍人质其实在这个罹难之前，他的家属还为贺锦丽有站台哦，但是没想到是发生这样子一个让人遗憾的结果。那川普甚至还 po 文，这就是这个贺锦丽跟拜登哦，这个狡猾的拜登跟贺锦丽都是糟糕的领导人哦，而且你们代表的就是领导力缺乏，才会让这样的恐怖分子能够占领美国生活。那还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很多选民就说，你要是不停止军援以色列的话，我们就不投给你贺锦丽哦，所以代表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路透社报道，其实根据现在目前美国本来就是他每年会提供以色列大概38亿的美元，但是在加萨爆发冲突之后呢，美国又额外再提供了65亿啊、35亿啊，然后8月13又再宣布了200亿美元的军售案，不断好像在支援以色列这个军援哦。那所以巴勒斯坦裔的一些人民啊，他们就觉得说，奇怪了，现在巴勒斯坦人民要的是美国来结束对于以色列的援助哦。那还有呢，就是结束对于巴勒斯坦的殖民占领，希望得到的是自由跟解放，这才是美国你该去努力做的，而不是一直提供军援给以色列，让这场战争好像没了没完的。那美国现在也救不了纳坦雅胡，因为感觉上面现在纳坦雅胡自己本身在以色列里头内部都搞不定了。那这个人质的遗体已经爆发了很大的这个民意上的反弹。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的首都涌出了10万人抗议扬言要全面的罢工那他们讲说，在9月2号的时候会全面罢工1天，来施压纳坦雅胡尽快达成停火协议。特拉维夫周日甚至有30万人上街示威者还爬上了公车，戴着纳坦雅胡的面具大喊就说你是元首，你该被怪罪这个警察你们保护的那些人真是可耻所以开启这个现在目前以色列内部的一个对立他们大规模的抗议，甚至要纳坦雅胡立刻辞职。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那这群众现在还突破了封锁线，占据特拉维夫一个重要的高速公路。警方呢是朝着这个群众发射强力的水柱驱赶。那抗议活动当中，至少有29名的以色列抗议者后来是被逮捕的。CNN 就讲说，以色列的媒体他们当地媒体报道，纳坦雅胡和他们的国防部长在8月29号，其实呢，他们自己在会议上面也爆发冲突，主要就是两人对于费城走廊这个事情呢，观点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这以哈停火谈判的主要症结点，两人的看法是不同的。那现在有一些报道也证实，的确现在以色列自己本身防长跟这个纳坦雅胡大家的甚至国安部长这个所有的人好像
一人一把号啊，感觉上面都并没有交集，所以这个也使得现在目前以色列内部哦，就像很多的人民站上街头，喊着要纳坦雅胡下台，希望让这个以色列不要再继续在这个战争烽火的最前端了。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纳坦雅胡这个现在民调69%的人要求他辞职，那他不理你啊，他就是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啊，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结束战争内阁，才能够进入改选的阶段，所以必须要有候选人出现，目前没有看到，问题在这里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很现实啦，比如说你希望 A 下台，对不对？那结果往外看也没有看到 B， 也没看到 C， 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未来你也许也会面临到你很想让赖清德下台啊，那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找不到人可以接啊，就有点类似这样了啊。然后更何况以色列现在还进入一种紧急状态啊。不过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他跟黎巴嫩真主党也打不起来，然后跟哈马斯基本上已经打完了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种要死不死的状态啦，就是3不5时你就会听到这个北方前线又跟黎巴嫩真主党又轰来轰去啊，虽然那个从来没有停过啦。那我们上次看到那个8月25号在那边互轰啊，以色列100架飞机过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轰了320枚过来，然后黎巴嫩真主党立刻说我们首轮的报复已经成功，就是不会继续打了。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可能就是这种要死不死的状态哈，然后他加沙也不撤军，然后这个新的政府也没有办法产生，那就反正就撑到11月5号这样。就是一定要美国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啊，那要用力把纳坦雅胡换掉，我觉得那个时候才会有突破啦。那可是现在对拜登来讲，他没时间去理这个啦，他只剩下几个月了，干嘛去把纳坦雅胡把他搞下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有点类似这样僵住了，然后就一副死缠烂打在那边僵着这样。等于说9月到11月这段期间是垃圾时间。对，可是乌克兰比较危险，焦灼，所以真正的焦点是俄乌战争，不是中东这样。好，来问一下介老师。刚刚就是说播出那个川普的前发言人啊，这个其实可能是发言团队的或怎么样，我倒没有对他没有什么记忆啊。对，那他这个演讲是在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里面。民主党因为开了很多天，你知道，对，这里面有很多共和党人去讲，都是那些都是跳船的，还有就是投诚的，就是说属于那种投诚者很多，所以他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什么原来共和党的市长啊，共和党的什么啊，很多都投诚了，然后到这里面去都有演讲，所以就是美国也没有特别报道，因为这个双方都喜欢这样。不过民主党这一次，因为要加强对川普的这个个人的人设的这种仇恨啊，就特别找了很多民主党人上去演讲，共和党的演讲，尤其他过去的他的这些还跟过他的啦。那这个现在美国的选情啊，真的是报道哈，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党派性，美国的媒体啊，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媒体的立场啊，在选举里面已经变成助选员的媒体蛮多的，基本上我看有很多，跟台湾学习的，对，基本上算助选的一部分。所以呢，所以这些一切都有待参考。因为我就在观察8月29号的时候，其实贺锦丽跟他的副手Tim Walz 他们一起联袂。2个人坐在那边接受了这个 CNN 的1个多小时专访，然后这个专访完了以后很多媒体都没有怎么报道。那我认为很难报道，因为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要看。然后他的经济叫什么 ？Opportunity Economy，
叫机会经济。这机会经济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是什么，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贺锦丽的最大问题还是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适任他将来的那个艰巨的工作？那这个就要看9月10号的第一场辩论了。那第二场辩论是10月1号2个副手辩论。川普说我们还有再要求啊，就是说还要再加场，我要跟那个贺锦丽，可是他们都不敢接，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我认为9月10号蛮关键的，因为他们说要激怒川普嘛，其实上一次拜登就要激怒川普，可你看川普事实上他是不上当的，所以我觉得光是说要激怒川普啊，拿他的一审判决出来念。拿出来的，可是问题就是川普不上当，回过头来像贺锦丽啊，在川普面前，川普常常就说，我真的不晓得他到底是谁，怎么突然冒出来贺锦丽？我本来我可能拜登打的还比较有趣，这个人我真的不了解他，所以我们就等9月10号吧。赖老师，民主党大会结束以后，又回到基本面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贺锦丽民主党啊，跟川普的共和党。其实民调不相上下，不同的机构做的民调，结果都不太一样。目前啊，总体来看的话，贺锦丽是略微领先，但是问题就是领先的幅度也不大，所以只要关键的一些族群或者是一些变化啊，它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政局。那由于因为差距不大的情形下，辩论也会影响啊，所以为什么民主党会提心吊胆？因为这一次贺锦丽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现确实不好，他带了他的副手去的时候被讽刺、被嘲笑说自信不足，然后他的整个回答我们也看了啊，真的是空洞无物啊，所以不知道严格上来讲不知所云呐，都是讲空的东西。那这个他已经被凸显出他的担任总统的这方面的知识跟能力似乎是不足，经验也不足。这个对贺锦丽都不是好事，所以在辩论的期间里面，他又要求要修改规则，这又被人家拿来调侃啊，就是说你那么没自信，这个怕那个也怕，你根本到底你能够做什么？我想这个对贺锦丽基本上都不是有利的。那所以大家都会在看9月10号的这个辩论。9月10号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总统的辩论其实影响不大，但除非你表现太差，就像上次的拜登一样。表现的差成那个样子，那就造成他自己下台的一个重要一个崩盘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如果贺锦丽的第一场的辩论表现不好的话，那这个对于贺锦丽坦白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哦。对，因为川普就会乘胜追击，一直要求辩论。那贺锦丽如果一直回避辩论的话，这个又成为一个焦点，就一直要求辩论，一直不辩论，一直要求辩论，一直不辩论，那变成一个胆小者。一个逃避者，那这个对贺锦丽也不理想。中东问题的冲突啊，这个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关键的少数族群，而这个族群又不只是单独的指穆斯林的这些族群，而是同情巴勒斯坦的人。不要忘了9月份学生都要回来了。9月份学生都回来了，人质被杀，然后有4万多的无辜的平民百姓被杀。